芬兰位于欧洲北部，因芬兰内陆水域面积占其国土面积的10%，芬兰被誉为千湖之国。基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尼安德特人是芬兰最早的居民。尼安德特人是现代欧洲人祖先的近亲，从12万年前开始，他们统治着整个欧洲、亚洲西部以及非洲北部，但在24000年前，这些古人类却消失了。有观点认为，可能是由于气候突然寒冷起来，尼安德特人为避寒而躲进山谷，群体之间缺乏联系，近亲交配增多，加上智人的竞争，导致了尼安德特人的灭亡。目前，芬兰地区现代人类最早的踪迹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500年左右。大约4000年后，因为亚欧大陆气候变冷，生活在欧亚交界处的乌拉尔山脉地区的人，为了寻找新的生活区域，开始向西迁徙。这为日后的芬兰、爱沙尼亚和匈牙利的建立埋下了伏笔。迁徙到波罗的海的乌拉尔人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到公元500年前后，芬兰湾北部的芬兰人进入到铁器时代，成为了乌拉尔人中最强的部落之一。芬兰湾南部的乌拉尔人部落后来逐渐演变成为爱沙尼亚。匈牙利人离开乌拉尔山地区的时间较晚，直到公元7世纪时，匈牙利人才开始向西迁徙。由于主体民族的不同，三国成为欧洲仅有的官方语言，属于乌拉尔语系的国家。由于芬兰与爱沙尼亚距离欧洲文明中心较远，公元11世纪时，他们被基督教国家视为未开化的土地。当时，欧洲正值对外征服异教徒的狂热时期。瑞典凭借临近芬兰的地理位置，率先对芬兰发动了进攻。到1157年，瑞典完成了对芬兰的吞并。在瑞典的推动下，13世纪时的芬兰几乎全境皈依了基督教。此时的芬兰语尚未形成书写体系，这为瑞典垄断圣经的解释权提供了便利。在瑞典的强势统治下，芬兰语逐渐被边缘化。13世纪到14世纪，为了对付汉萨同盟，当时维京国家中实力最强的丹麦联合瑞典和挪威组成卡尔马同盟。打败了汉萨同盟后，作为盟主的丹麦王室试图控制瑞典，这引起了瑞典贵族的不满。接下来的130年间，瑞典试图脱离丹麦的统治。1520年，为镇压瑞典贵族，丹麦制造了斯德哥尔摩惨案，这直接导致卡尔马同盟的瓦解。10年后，瑞典恢复了独立的身份。瑞典独立之时，欧洲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后，芬兰的主教阿格里克拉出版了他翻译的芬兰语新约。尽管阿格里克拉发明了芬兰语的书写，但直到17世纪，瑞典语依然是芬兰唯一的官方语言。与丹麦决裂后，瑞典独揽的北欧霸权在18世纪迎来了挑战。1700年，俄国和瑞典爆发了大北方战争，夹在中间的芬兰成为了主战场。最终，俄国战胜了瑞典。12年后，出于夺取波罗的海控制权的需要，俄国将首都迁到位于芬兰湾沿岸的圣彼得堡。俄国于1808年再次发动对瑞典的战争。1年后，瑞典将奥兰群岛和整个芬兰割让给了俄国，瑞典统治芬兰700年的历史由此终结。为安抚芬兰，俄国赋予了芬兰更大程度的自治权。俄国为了进一步削弱瑞典对芬兰的影响，1892年，芬兰语获得了官方语言的地位。芬兰语、芬兰文化的复兴使南岸的爱沙尼亚蠢蠢欲动，他们甚至提出了要与芬兰合并的想法。芬兰和爱沙尼亚如果合并，势必威胁到俄国首都圣彼得堡的安全。到19世纪末，俄国国内政治转向保守，因为芬兰拥有独立的议会和军队，俄国因此下令取缔芬兰军队。俄国还将俄语作为芬兰的官方语言。面对俄国推行俄罗斯化的政策，芬兰政党形成了2个对立的派系，其中瑞典党、青年芬兰党不愿与沙皇俄国妥协，要求任何人都不遵守非法法令，而遵从派认为可以在不影响芬兰切身利益的情况下做出让步。1905年，立宪派利用俄国的暂时虚弱，与社会民主党联合组织了全国性罢工。通过罢工，社会民主党实现了废除4院制国会，改为1院制议会的诉求。改革后，妇女第一次获得完整的被选举权，需有地产或世袭头衔的门槛也被废除。但在市层级选举中，直到1917年左翼在议会获得多数后，地方选举才改为普选。
俄国的2月革命爆发后，芬兰成立了由社民党主导的参议院。新的参议院希望与俄国临时政府合作，为此，社民党议员制定了权利法案。这个法案限制俄国插手芬兰的内部事务，却又保留了俄国在国防和外交事项的干涉权。此时，芬兰参议院中的非社民党议员认为这个计划影响甚大且太过激烈。当芬兰休会期结束后，俄国军队强迫社会党主导的芬兰议会解散，非社民党派和俄国的合作刺激了社民党人。1918年的1月到5月，芬兰陷入了一场内战。要是以一国平均每个月被杀害的国民人数占国民总人口的比例来算，芬兰内战是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发生之前，世界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场内战。芬兰内战结束后，国会中的社会民主党人被清除。独立宣言虽表明芬兰是一个共和国，但多数议员仍支持建立芬兰王国。随后，来自德国黑森的康斯坦丁王公被选为芬兰国王。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战败，芬兰又回到了共和政体。当时，芬兰面临着2个重要问题，一个是芬兰语和瑞典语的关系，另一个是奥兰群岛的归属问题。奥兰群岛的主要居民是瑞典族。1809年，瑞典将奥兰群岛割让给俄国后，俄国将奥兰群岛划归芬兰管辖。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成为了奥兰群岛归属的主要裁决者。国际联盟决定，奥兰群岛主权属芬兰，但需要成立自治省。芬兰需保证奥兰群岛人民使用瑞典语的权利。除了奥兰群岛，芬兰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区也是瑞典族的聚集区。由于长期受瑞典统治，许多芬兰人认为瑞典语是芬兰历史发展的一部分，没有必要再规定芬兰语为单一的官方语言。因此，在瑞典族和瑞典族人民党的推动下，芬兰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芬兰于1919年宣布瑞典语取得和芬兰语同等的官方语言地位。芬兰与爱沙尼亚独立后，为了防止被俄国再度吞并，一些芬兰和爱沙尼亚的民族主义者提出了大芬兰主义，这对俄罗斯第2大城市圣彼得堡构成了威胁。1924年列宁逝世后，为了纪念列宁，圣彼得堡改名为列宁格勒。20世纪20-30年代，芬兰对由俄国发展而成的苏联感到畏惧，芬兰人难以忘记最后一代沙皇治下的俄国对芬兰的压迫。斯大林见芬兰与苏联渐行渐远，于是在列宁格勒以北30英里的地方建设了机场和铁路。1939年8月，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签署后，德国发动了对波兰的战争。几周后，苏联入侵了波兰东部。斯大林想要将苏联的国界尽可能地向西推移，以应对德国不断增强的威胁。1939年10月，苏联对邻近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芬兰发出最后通牒。随后，苏联对芬兰提出了2项要求。第一项要求是，芬兰在卡雷利阿地峡的边界必须撤到离列宁格勒更远的地方。第2项要求是，允许苏联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南部海岸建立海军基地。2国之间的秘密谈判从1939年10月持续到11月。1939年11月30日，苏联宣称芬兰的炮弹在苏联领土着陆，并炸死了数名苏联士兵。赫鲁晓夫后来承认，这些炮弹实际上是一名想挑起战争的苏联将军下达的命令。冬季战争由此爆发。冬季战争中，苏联投入巨大兵力，却损失惨重。苏联此战中的表现令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对发动侵略苏联的计划充满信心。随后，希特勒开始联手芬兰对付苏联，这拉开了继续战争的序幕。继续战争爆发后，芬兰除了夺回失去的领土外，还想兼并东卡雷利亚。这项侵略行动促使英国对芬兰宣战。随着盟军的反攻，芬兰于1944年单独向苏联提出了议和，芬兰由此失去了唯一的不动港佩琴加。在2国达成休战协议后，苏联要求德军撤出芬兰。虽然部分德国国防军的军官试图组织相对和平的撤退，但德军最高统帅部计划将其兵力向北收缩，以保护佩萨莫附近的镍矿。德国地面部队向北收缩的同时，德国海军在通往芬兰的航道上布了水雷，并试图通过代号“东方冷山行动”的战役夺取芬兰湾的苏尔萨里岛。
双方之间的战斗早在苏联与芬兰签订合约之前就已打响。由于德军此时已是强弩之末，到1944年10月，芬兰军队成功将德军驱逐出芬兰。二战结束后，芬兰受到比其他纳粹同盟国更严厉的惩罚，芬兰必须在6年内向苏联支付高达3亿美元的巨额赔款。虽说后来苏联把赔款支付年限延至8年，并把金额降到2.26亿美元，但对当时规模极小并且尚未工业化的芬兰经济来说，仍旧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此外，芬兰还失去了1/8的领土。芬兰人把战争结束后的3年称为危险的年代。除了赔款外，芬兰需要吸收来自苏联割让地区的约30万难民，重新安置难民所需的重建资金使芬兰经济雪上加霜，芬兰不得不多次贬值货币。1952年，北欧理事会建立了护照联盟，允许北欧国家的居民无需护照即可跨越相互边界。许多芬兰人利用这一机会到瑞典找到了收入更高的工作。今天的瑞典就有4.7%的人说芬兰语。芬兰战后首任总统巴西基韦认为，斯大林在处理与芬兰关系时的主要动机无关意识形态，苏联看重的是保护圣彼得堡的安全。巴西基韦扭转了芬兰在20世纪30年代实施的忽视苏联的灾难性政策。巴西基韦和后来的吉科宁成功的与斯大林以及后来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建立了深厚的互信关系。1973年，芬兰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展开谈判之时，吉科宁亲自拜访勃列日涅夫，以个人名义保证芬兰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关系绝不会影响芬兰和苏联的关系。随后，为了保证吉科宁能履行自己许下的承诺，芬兰议会通过了紧急法令，推迟了原定在1974年召开的总统选举。当时，西德在政治辩论中将芬兰在国际事务上顺从苏联的做法称为芬兰化。那些斥责芬兰化的人认为，芬兰的政策实质上就是懦夫之举。吉科宁认为，一个国家的独立自主并非是绝对的，无需屈服于历史必然性的国家是不存在的。战后，芬兰对苏联的赔款刺激了芬兰经济的变革，促使芬兰发展了包括造船业和出口加工业在内的重工业。这场工业化革命带动了战后芬兰经济的增长，芬兰因而从一个贫困的农业国发展成为现代化工业国。到1970年代初，芬兰的平均国民收入与英国、日本并肩。在1970到1990年间，芬兰的税收和公务人员增加了2倍。1991年，芬兰发生了经济危机。1年后，芬兰决定申请加入欧盟。有关入盟的争论非常激烈，在议会决定加入欧盟之前，1994年4月16日，芬兰举行了全民公投，结果56.9%的人投票表示支持。接纳程序于1995年1月1日结束后，芬兰与奥地利和瑞典一起成为欧盟成员国。加入欧盟后，芬兰经济得到了复苏。2000年，芬兰通过新宪法后，选出了第1位女性总统。2003年4月，中间党人安妮丽·耶滕麦基被任命为总理，芬兰成为第一个由女性担任总统和总理的欧洲国家。2009年，一场资金丑闻损害了中间党的声誉。与此同时，芬兰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在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冲击下遭受重创，芬兰国内生产总值萎缩了8.5%。近年来，芬兰经济总体稳定发展，芬兰在生态环保、信息通信、清洁技术、新能源、机械制造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2023年世界幸福报告称，芬兰连续第6年蝉联全球最幸福的国家。